开挖机能够开到这个地步，你们说还有谁？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只开辣挖机。今天这一个东家，他自称是我的外公，他几个月前就找到我，要我用挖机帮他挖一条水沟，还跟我说事情没有多久，而且不能收他任何费用。我现在都已经30岁了，我从来都不知道我还有一个这样的外公。我才刚挖2斗就把他的水管挖到了，还好没有被他发现。我立马就挖了1斗土把水管盖住。等东家发现了之后，我故意装作不知道，然后再主动跟他说，东家你家的水管怎么是断的？然后东家也信以为真，他以为埋在土里久了，这根水管老化了，嘿嘿，就这样被我蒙过去了。肯定会有很多小伙伴很好奇，为什么这根水管会没有水？因为东家有一口井，这根水管是用抽水泵从井里面抽水上来的，所以在没抽水的时候，这根水管肯定就没有水。我们再接着说东家是我外公的这件事，因为他告诉我几个月了，我一直没有给他来干这个活，然后他就很生气，找到了我亲外公，说我一个这么小的忙都不帮他，在我亲外公那里告状。我亲外公呢就立马打个电话给我，告诉我这是他的表弟，也是叫外公，然后要我在1天之内必须帮他把这件事情做好。后来我妈妈知道情况后也说了我，要我赶紧去帮这个外公把事情做好。其实这个事情呢也不能全怪我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是外公的表弟，从来没有来过他家，也不认识他。他一开口就说是我的外公，而且要我免费给他干活。我当时呢也没有放在心上，所以就慢慢的把这件事情忘记了。今天呢我已经做好了打算，不管他挖多久，我都一定要帮他把事情做好。外公今天的精神就是要我在这里给他挖一条10多米长的沟，然后他又买了10多根水泥哈管，要我给他掉下去安好，再用土把它肥理好就可以了。本以为今天就只挖到他一根水管，可没想到我一个不注意就把他的电线也搞断了。我也真的是服了，每次出来干活总是闯祸，不是水管就是电线，让徒弟在后面看着都感觉是不是找错了师傅。就这个技术还出来教徒弟，确实有点丢脸。我们把水泥哈管安好之后，为了防止2根管子的接头处被水洗空，我就给外公提了一个建议，要他用混凝土把接头处包起来，这样就不会漏水了。在休息的时间呢，徒弟也没有闲着，他就在后面给我揉揉肩膀。嘿嘿，有徒弟就是好啊，又能陪你聊天，又能给你揉揉肩，每天开挖机就不会那么无聊了。把管子的接头处全部放满混凝土之后，接下来就可以回填了。因为混凝土还没有干透，填的土就只能轻轻的放，而且还不能压紧，怕把管子压坏了。把这条沟全部填满之后，因为刚才电线被我弄断了，所以外公跟我说要把线架高一点才行。刚好他家旁边有一根废弃的电杆，他就要我帮他把这根电杆调出来，然后把它移到刚才电线断了的那里去。好不容易把电杆移过来，在准备立起来的时候，又差一点把另外一根电线也挂到了。最后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这根电线从电杆上取下来。我估计此时此刻外公心里都在想，这个外孙是不是我不给他挖就会用，所以他故意把我的东西弄坏。大家一定要给我作证啊，我这个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把电杆放到坑里之后，然后就用土把它填起来。接下来就要外公把电线插到电杆上面，可没想到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根电线短了，现在接不上了。这下怎么办？只能溜了。反正他又不要给我工资的，先溜了再说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陈师傅的给陈师傅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回见。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只开辣挖机。接到了一个好东西，我敢说用过这个东西的至少都40岁以上了。今天干活的地方，以前这里是一栋很大的老房子，居住着好几代人。后来东家的兄弟姐妹都在其他地方建了新房，就只有东家还有另外一个兄弟没有建新房了。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，左上角和右下角这些还没有倒完的房子是东家兄弟的，右上角和左下角那个倒塌完了的就是东家的。整个主房地基就被分成了一个田字形，2户人家都拥有一个对角，所以2户人家都不好建新房子。然而现在的问题就是，今天叫我干活的这个东家他就想建新房了，但是他兄弟现在就还不想建。东家要想建新房，就要和他兄弟把对角交换一下才能建房子。
为了能把界章分清楚，以后没有矛盾，东家就让我在这个房屋地基的正中间横着挖一条沟，竖着也挖一条沟，然后这道沟里面用石头砌起来，这样整个房屋地基就分成了4个部分。就算以后这些没有倒塌的房子全部倒塌了，也能够清清楚楚自己的地方，这样就可以避免以后兄弟之间不会为了这些事而产生矛盾。这一间房也是属于东家的，东家让我把它拆掉，只要是属于他的墙就全部要拆完。这些以前下雨倒塌在别人坪里面的土砖，把邻居的墙都砸坏了，东家就让我把这些土砖全部清理干净。还好这个邻居不在家，要年底才能回来，所以我们要把这里弄得干干净净才行。右边这一面没有倒塌的围墙是东家兄弟的，我们就要紧挨着他的墙挖一条沟过去，在这条沟里砌一个挡土墙上来，就是他们的分界线。东家再三吩咐我，那面土墙我千万不要去碰，可没想到我紧挨着墙挖了一条沟之后，这一面墙它就自己倒塌了。所有人可以给我这个视频作证，我是真的没有碰它，是它自己倒塌的，这个可不能怪我啊，是不是？其实这些墙要倒塌也是迟早的事情，屋顶都没有了，只要下雨刮风就会倒塌。把右边那条横沟挖好之后，我们就要把这条竖着的沟也要挖通才行。其实以前东家就用这些白色的水管，里面放一根钢筋，再放一些混凝土，然后做成一个桩子打在边界上，但是东家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行，所以他就打算用石头切在边界上，这样就一辈子都有一个记号在那里。要用石头砌墙的话，这些桩子就没用了，所以就要多把它挖掉。快挖完的时候，我看到左边有一个好东西，我最喜欢这些老房子里面的东西了，用过这个东西的现在都至少40岁以上了吧。像这个东西现在基本上被淘汰了，像00后估计都没几个人认识，更别说使用过它。但陈师傅就喜欢这种老物件，所以我拿回去收藏了。2个小时的时间，一个起步价，终于把活干完了。东家本来要让我用挖机配合石匠师傅砌挡土墙，我拒绝了，因为我上次包一个挡土墙亏了，所以只要那几个师傅在，我就不来。他们几个人仅用了3天就把这里砌好了。最后祝愿东家早日跟兄弟谈好，2户人家就都能够住上新房。鸡蛋我不要，鸡蛋我不要。鸡不只收的过来呢，你走。我不要，我真的，我这个东西都没有帮你挖好啊。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辣挖机。今天一个老奶奶叫我来给她挖一个鱼塘，就是前面这个可爱的老奶奶，她从上面走下来，拖鞋都被穿成这样了，还没有开始干活就笑得我不行，索性她就把拖鞋都扔在了地上，鞋子都不穿了，直接打赤脚。老奶奶告诉我，她要挖的鱼塘就是这里。这个鱼塘我以前给她挖过2次，去年还可以养几条鱼，而今年下了这么多的雨，鱼塘里一滴水都没有，所以老奶奶叫我挖机来给她挖深一点，看能不能够喂几条鱼，过年有鱼吃。可才挖了10多分钟，上面就来了2个人，叫我不要挖了，赶紧把挖机停下来。然后老奶奶就跟他们在沟通，从他们的谈话内容，我了解到的原因就是这2个人是上面2户人家的，因为家里面有几岁的小孩，如果在他家门口挖一个很深的鱼塘，怕小孩子在水里面玩耍，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，所以他们就不让我们在他靠房子那边挖，到这头挖就随便我们怎么挖。可没想到这边的土稍微湿一点，里面竟然有防晒，这是老奶奶去年养鱼放在里面的。我立马就把小伙伴叫过来，让他在下面给我抓防晒，看今天能不能够中午加个餐。这个鱼塘竟然这么漏水，应该就是这些防晒到处抓洞造成的。所以老奶奶说，只要我们看到泥鳅防晒，就让我们全部抓了。我看小伙伴东抓一条西抓一条，我就下挖机带大家看一下，看他抓了多少。再搞几条，我们晚上搓一顿。好。喂，我晓得了，等一下我找你回来。哎，干嘛呢？等一下一起去吃饭呀？
我对象喊我早点回家嘞，说做了一桌好菜。哎，大家都是大神哈，怎么你就偷偷的偷了单呢？我前段时间在新运上认识的，蛮合得来，就谈上了。啥子好东西啊？开给我看一下，我还等着找媳妇呢。你连这个新运都不晓得，哪怪你单身？这上面大把的美女，都是阿星找对象的，温柔协会的不少嘞。头像就是本人，都长得漂亮得很，你喜欢啥样的都有。关键好多美女主动跟你打招呼，很多都是一个地方的，相中哪个直接就能见面。这个真的能谈成吗？那肯定哦，你去左下角下一个试试就得了。我对象温柔又贤惠，还能烧一手好菜，真的好福气哦。你等一下抓娃到你们家一起试试算了。你想得美哦，你自己去新月上谈一个媳妇，给你做饭去。哎呀，我把今天抓的泥鳅都给你算了，正好一起吃算了。可以，那我先去做事去啊。挖着挖着，就又快要挖到刚才不能挖的那里了。刚才那两个不要我们挖的，又在跟老奶奶交流，反正他们就不想要我们把这两个坑挖通。一边是叫我干活的老奶奶，那两个不要我挖的也跟我熟，我夹在中间就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时老奶奶就找过来了。啊，谈好再来挖呀。哦，那就今天就挖到这里啊。要的，啊，那我就回家了。啊，要的。啊。啊。啊。他说做挖不成了。老奶奶说让我把挖机先放到鱼塘里面，她今天晚上再跟那两个邻居去交谈一下，能谈好的话就明天再叫我挖。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哎，得啦，我不要。鸡蛋我不要，鸡蛋我不要。鸡不子说得过来呢，哎，得喽。我不要，我真的，我这个东西都没有帮你挖好啊，挖好再说。呀，已经来得个喽。挖好再说好不好？已经来得个喽，你这个鸡不子说得过来，还不是马得过来。拿这么多你也太多了，那不要拿这么多给我啦。没想到这位老奶奶却拿了这么多鸡蛋给我。我也不好拒绝他的好意，我打算明天给他干完的时候少收他一点费用算了，所以今天就把挖机先放到这里，看明天还能不能干。